大家好，我是金蛋壳。今天这期我们聊一个非常典型的市场信号。博通财报里人工智能相关收入暴增，但股价反而承压。这个事情表面看是业绩好，但市场不买账。本质上我觉得是高估值科技股已经进入了低容错阶段。先把结论放在前面，博通这次不是一个简单的业绩差故事，它的人工智能半导体收入还在高速增长。管理层给出的下一季度指引也很强，但问题在于，过去一年全球科技股涨幅已经很大，尤其是人工智能链条上的公司，市场预期已经被抬得非常高。这个时候，只要没有继续超预期到让所有人兴奋，股价就可能出现大波动。所以今天我不想只讲博通涨跌，我们真正要讨论的是，当人工智能故事已经从早期想象进入财报兑现和估值验证阶段，投资者应该怎么看科技股的短期风险？第一层，先看这次财报到底好不好。博通第二财季收入约222亿美元，同比增长接近 48%。更关键的是，人工智能半导体收入约108亿美元，同比增长143个百分点。公司还预计第三财季收入约294亿美元，人工智能半导体收入可能达到160亿美元，同比增长超过2倍。单看这些数字，很难说它差。收入增长、人工智能收入增长、下一季度指引都是很强的。但股价为什么还会跌？因为资本市场看的不是绝对好，而是相对预期。如果一个股票已经被当成人工智能核心赢家定价，那么财报就必须不断证明，增长不只是强，而是比市场想象的更强。这就是高估值股票最危险的地方。低估值股票有时候只要不差就行，高估值股票必须一直惊艳。第二层要理解博通的特殊性，它不是单纯的芯片公司，也不是单纯的软件公司。博通的业务可以分成两条，一条是半导体，尤其是人工智能定制芯片、网络芯片、交换芯片等；另一条是基础设施软件，来自 VMware 等资产。也就是说，它同时吃到了人工智能算力建设和企业基础设施软件整合两条线，这也是市场喜欢它的原因。人工智能训练和推理需要算力，需要数据中心网络，需要专用芯片，需要高速互联，而博通在这些环节里都有位置，尤其是大客户定制芯片。如果后续更多云厂商选择自研或者定制人工智能芯片，博通就可能继续受益。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市场已经把它当成人工智能第二梯队甚至第一梯队赢家去定价。一旦投资者觉得增长斜率没有继续上修，或者长期目标没有更明确的抬高，就会有人选择先兑现。第三层，我认为这次真正重要的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个市场阶段。过去一年，美国、韩国、日本以及其他多个市场的科技股都出现了很大幅度的上涨。人工智能芯片、存储、服务器、数据中心、电力设备、半导体设备，甚至一些机器人和边缘算力概念都被市场反复重估。这种行情在早期很舒服，因为大家买的是趋势、想象和产业空间，但越到后面，市场越会从有没有人工智能故事切换到这个故事能不能支撑当前估值。也就是说，第一阶段是讲空间，第二阶段是讲订单，第三阶段是讲利润、现金流和估值容错。博通这次的反应可能说明市场已经在从第二阶段走向第三阶段，投资者不再满足于人工智能收入很高，而是开始问这个增长能持续几年，毛利率能不能维持，客户会不会集中，下一轮资本开支会不会放缓，估值还能不能继续扩张。第四层，再看流动性。用户补充的这个观点我很认同，现在全球流动性并不是一个特别宽松的环境，美国利率虽然未来可能有降息预期，但整体资金成本仍然不低，美元流动性、长端利率、财政发债、全球资金再配置都会影响高估值资产的承压程度。科技股最怕的不是公司突然不增长，而是估值很高的时候，资金开始变得挑剔。当市场流动性宽松，投资者愿意为长期故事提前买单；当流动性收紧，投资者就会要求更强的利润、更确定的现金流和更低的估值风险。所以博通的问题不是收入不够好，而是市场环境变了，
高估值科技股从有增长就上涨，变成了增长必须持续超预期才上涨。第5层，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变量，大型新股供给。如果未来 SpaceX、Anthropic 也就是 Cloud 背后的公司，以及长兴科技、宇树科技等大型科技公司陆续进入资本市场，他们会带来什么影响？一方面，这些公司本身可能是非常优质的科技资产，会吸引大量关注。另一方面，新股供给会对二级市场形成资金虹吸，资金总量不是无限的。当一批更有想象力、更有稀缺性的新资产上市，部分资金可能会从已经涨很多的老牌科技股里流出，去追逐新的叙事。这不是说这些 IPO 一定会让科技股下跌，而是说当市场处在高估值、高预期、低容错状态时，新增供给会放大波动，投资者会重新比较，我是继续持有已经涨很多的博通、英伟达、韩国半导体，还是去买一个刚上市、故事更新、弹性更大的公司。这就是所谓的资金再平衡。第6层，我们要把人工智能产业链分层来看。第一类是最上游的硬件和算力，包括芯片、服务器、内存、网络设备、数据中心。这一层过去1年涨得最猛，因为人工智能资本开支是真实发生的，博通就在这条链上。第二类是平台和云厂商，包括微软、谷歌、亚马逊、Meta 这类公司，他们既是资本开支的承担者，也是人工智能产品的分发者。他们能不能把人工智能投入转化成收入，是未来市场会持续追问的问题。第3类是应用和软件，上一期我们聊过，软件不是被人工智能无差别杀死，而是被重新分层。强平台可能成为智能体入口，弱工具可能被压缩。现在的问题是，硬件链条已经先涨了很多，接下来如果市场要继续往上走，必须看到更明确的应用变现、企业回报和利润传导，否则硬件端也会面临订单很好，但估值已经很贵的压力。第7层，博通这类股票接下来应该看什么？我觉得至少有5个指标。第一，看人工智能收入指引是不是继续上修，只要市场把它当成高成长人工智能资产，就会要求管理层不断证明需求没有放缓。第二，看客户集中风险，定制芯片业务很强，但如果依赖少数大客户，任何订单节奏变化都会影响估值。第3，看毛利率和利润率，人工智能收入增长很快，但如果竞争、成本或者产品组合变化影响利润率，市场也会重新定价。第4，看数据中心资本开支周期，云厂商如果继续加大资本开支，硬件链条还有支撑。如果市场开始担心资本开支见顶，硬件股就容易先被卖。第5，看宏观流动性和 IPO 供给，高估值科技股不是只看公司，还要看资金环境，资金宽松时估值容错高，资金紧时估值容错低。第8层，风险提示要说清楚。我并不是说博通或者人工智能硬件已经见顶，恰恰相反，从产业角度看，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可能还在中长期早期阶段，数据中心、电力、网络、推理芯片、定制芯片，未来都还有很大空间。但投资里经常有一个矛盾，产业长期很好，不代表股价短期没有风险，因为股价反映的是未来预期，而不是当下业绩，预期越高，短期波动越大。所以我对这类科技股的判断是，中长期人工智能主线仍然成立，但短期需要警惕估值高位、流动性收紧、大型 IPO 供给以及业绩兑现不及超高预期带来的回撤。最后总结一下，博通这次的核心不是业绩差，而是市场要求太高，人工智能收入暴增，但股价仍然承压，说明市场已经进入更严格的验证阶段。我的核心观点是3句话。第一，高估值科技股已经不是有人工智能故事就涨，而是必须持续兑现并继续超预期。第二，全球流动性收紧和大型科技 IPO 的潜在虹吸，会让已经涨很多的科技股更容易出现短期波动。第三，人工智能主线没有结束，但投资者要从追叙事切换到看估值、看订单、看利润、看现金流和看资金环境。所以这期我真正想提醒的是，不要把短期风险误解成长期逻辑破产，
也不要把长期逻辑成立误解成短期没有风险。本期内容就到这里，这里是金蛋壳，我们下一期继续聊市场里最值得深挖的变化。